阔的天空，挣脱怀抱，张开了翅膀，我们飞向希望。就算跌倒，不怕嘲笑，继续奔跑。就算烦恼，不会逃跑，坚持到老。失去了全部，还有骄傲。我的人生，我要自己去找。对酒当歌，要深造，吹响青春季节号。年少的热情迎着风飘啊飘，我们前程知多少？吹响青春季节号，年少的热情迎着风飘啊飘。对酒当歌要深造，吹响青春季节号，年少的热情迎着风飘啊飘，我们前程知多少？吹响青春季节号，年少的热情迎着风飘啊飘。感谢正方四辩的发言，本场比赛已经全部结束。现在有请各位评委离席合议。那个，要不然咱们先举手投个票吧。同意正方的举手。投给反方的。那你二位的意见是？没想清楚，很平均。对，我也觉得比较势均力敌。这场比赛确实很有意思，你们有注意到他们一上来就把辩位换了吗？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嗨，这个我大概比赛看完的时候知道是什么意思了。这两支队伍我比较熟，事情是这样的。235辩论队跟正方本来是一支队，他们的关系错综复杂。这个反方一辩跟正方四辩是男女朋友，正方四辩按照赛制要质询反方一辩，他肯定又怕女友又想赢比赛，于是这个三辩换了个位置去质询对方二辩，回避掉了这个问题。反方很可能是想田忌赛马，给软柿子让对方捏，没想到对方搞了这么一招，于是他也只好把3、4辩调个个，相当于又把田忌赛马的策略追回来一段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厉害厉害厉害！但不管怎么说，从正方立论到质询，反方唯一确立的共识就是定义的共识，论点基本没有推进。请问对方辩友，生病有什么用？换个角度，可以增强我们的抵抗力。那请问对方辩友，求仙问药有什么用？换个角度可以修身养性啊。那再请问对方辩友，每天无所事事，在家发呆又有什么用？再换个角度可以消除烦恼，放松身心。那所有有用之用，换个角度是不是也无用呢？无用之用有用，有用之用无用。您方的观点其实就是换个角度，您就能赢呗。实际上，我方辩题是一个全程判断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，有没有完全无用的事物？哎，这完全是个坑啊！但是是个坑，你也得跳进去啊，不然的话你就只能逃。我觉得可以刚回去。当然有，很多民科研究永动机，研究永动机就没什么用。研究永动机这个无用之用，是不是完全无用呢？你看到最后还是得认嘛。没有，万物皆有其价值，所以无用之用也有用。这不正说明了我方的论点是正确的吗？所以无用之用根本不存在，对吗？那我们今天在辩论什么呢？如果您方的论点成立的话，这场比赛也不应该存在了。存在啊，无用之用的无用是世俗语境下的无用，但是我们说有用没用，判断的是其价值啊。世俗语境下定义的事物，对其价值的判断却在不断的变换角度。您这难道不是双标吗？还行。不太行。他们反驳和归谬只做了一半，没给后续的一辩铺平道路。但是我觉得呢，在这一轮起码让观众去思考了这几个用的界定，所以我觉得这一轮的目的达到了，完成任务了，场面上算是赢了。那还是没推下去啊！对方反应太快，就算有时间也不一定能推下去，看团子的了。
下面有请反方一辩申论陈词，有请。谢谢主席。大家好，一件事对我无用，我便称之为无用之用。然后对方辩友说：“不对呀，他对我隔壁的李二狗有用，这不就是有用吗？”这等于是在跟你说，谁说狗粮不能吃，狗就吃，所以狗粮能吃。我承认，狗粮是人也能吃，但总不能当饭吃吧？对方辩友。同理，换个什么角度，可以通过让我看漫画身心愉悦地考上世界名校呢？又换个什么角度，追星粉偶像可把我养家糊口呢？这些无用之用，换个角度都有点用，可它真的是我们需要的那个用处吗？就像我们大家在一起打辩论，我们一起吃，一起玩，一起泡在图书馆，一起通宵达旦，我们成为了最好的朋友，我们拥有了最美好的回忆。可哪支队伍不是这样呢？友情和回忆能够让我们拿到那座奖杯吗？不能。没有哪场比赛会因为这些判你赢，冠军只能用能力和汗水来买单。我们都是普通人，我们需要的是考上大学，是挣钱养家，是做对自己有用的事，是做一个有用的人，而不是嘴里喊着庄子的无用之用方为大用，最终却把自己的一生过成他口中的黄粱一梦。谢谢。下面有请正方4辩质询反方1辩，时间同样是2分钟。谢谢主席。对方辩友你好。你好。您方认为辩题中前后2个有用与否的判断标准不可以不同吗？当然，不然岂不是张冠李戴了吗？所以您方的持方我可否理解为，因为无用之用是无用的，所以它就是无用的，对吗？这进化论证了。不是。所以如果按照您方的定义，您方的持方其实是一句废话。我方论点的关键就在于无用之用就是不实用的，非要强调它有用，本身就是一种抛弃务实精神的行为，这样会误导很多人的价值判断和行为。您可以举个例子，比如即将高考的学生天天看漫画就是无用的，这是很现实的情况。这个问题我方1辩稿已经回答过了。倒是在您的观念中，人生只能有一条道路，还是每个阶段只能有一个目标呢？对方辩友所谓实用性的外表下，是不是包裹着更加狭隘的价值观呢？谢谢。莫拉甲，意料之中，没关系。下面是第2轮申论环节，由正方2辩申论，反方3辩质询。无论如何，还是组建了对方的战场。下一步定义不纠结，要思考标准了。他俩说的有鼻子有眼的，你听明白了吗？差不多，差不多。真假？谢谢主席。刚才我们形成了共识，无用之用是指那些在世俗功利的语境中没用的存在，这一点没有问题。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如何去评价无用之用呢？我方认为评价的标准应该是多维的。如果说雪崩之下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，那么在人生成功之时，我们读过的每一本闲书、听过的每一首音乐、走过的每一片土地都不是无用的，不是吗？当你用多维的标准去评价无用之用，你会发现它们总能在一片沙漠之中开出有用的花朵。因此，我方认为无用之用有用，因为这样的评价才更全面、更客观、更公平，才不会让我们在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下走向傲慢无知的深渊。从第2轮开始啊，反方试图去反击，评价方式是多元化的，我觉得这个点没什么问题。马上就会被推极端的。对方辩友，是非观念是不是一种评价方式？是。所以是非好坏的评价也是多维的吗？对错黑白的标准也不是唯一的吗？想用道德绑架？对方辩友，您说对了，对错黑白的标准当然不是唯一的。猎狗对猎人来说是好，对兔子来说就是坏。3从4的在封建社会是对的，在今天当然是错的。太阳肉眼看是白的，相机底片中便是黑的。世界原本就是复杂的，评价标准也是多维的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大姐要不要这么刚啊？对，所以一件事情，你的角度、我的角度都有其合理性，那到底这属不属于多维标准呢？当然。这不就是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吗？那请问这样的标准如何做出判断，又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？有点麻烦。没有善何来恶？没有丑何来美？评价可以是多维的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美丑不分、善恶不辨。
对一个事物的评价来源于它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方面，这才是指导我们生活应该有的标准。对方辩友，我说的对吗？所以对方辩友从比赛开始到现在就一直在做一件事儿，就是为无用之用上价值，而且是硬上价值。如果硬来，又有什么价值是完全找不到的呢？2016年，一个年轻女孩因为沉迷网络小说，竟然捧着手机在楼梯间饿死了。如果硬要找网络小说对她带来的有用之处，那大概只能是让她走的时候很安详了吧。这样的有用，除了让我们陷入价值观的虚无，还能有什么用呢？我们希望对方辩友不要忘记自己作为辩手的责任和担当，不要忘记辩论中最可贵的精神——求真。如果他是这样的，那他就是这样的；如果他是无用的，那就请承认他的无用。谢谢。感谢反方二辩的精彩陈词，下面有请正方三辩质询，有请。谢谢主席。对方辩友，您好。您好。您方一直说我方的定义不对，判准不准，可您方却没有给出自己的论证过程，那就不妨请您举一个您方认可的无用之用的例子。胆子真大呀！怎么说？他在质询阶段完全把交锋点留到对手上，说明他自己非常有信心。那我要是小浩姐，我就拖延时间赖皮不回他，消耗他质询时间，对不对？对方辩友，这就是你为什么一直坐在台下的原因。比如放假回家制定满满当当的学习计划，这便是无用之用。放假制定学习计划可以有助我假期的学习，这不是有用吗？但你根本就不会去执行啊。就是。所以您的意思是我不用它，所以它就没有用了？那不是所有的技能知识点我不用它，它都没有用吗？那您能举出一个您不用它照样有用的例子吗？可以啊，腹有诗书气自华，就不用也有用呀。腹有诗书的作用就是气自华，这怎么能是没用呢？但它并没有直接的作用啊。所以直接有用才就有用喽？那不是考试没有考到的知识点都是无用之用，都白学了呢？至少要有明确的因果关系才可以吧，否则不又回到了我方举个例子，您方换个角度的死循环上面来了吗？您方还要继续否认无用之用的存在，进而否认辩题吗？没错。我们认可辩题中对无用之用的定义，就是在世俗功利中被认为没有用的事物。可是我方同时也明确地主张，完全无用的事物根本就不存在。这也正是我方对功利主义的反抗和否定。因为用功利主义的标准去判定一个事物有没有用，这本身就是一种偏见和不公，更是对我们人生选择的一种自我阉割。无数看似无用实则有用的选择，都在无用的判定中被忽略、被抛弃、被埋没。从这个角度上讲，我们就是要否定无用之用的存在。因为对方辩友口中今日的无用，可能是明日的有用；眼前的虚无，更有可能是构建未来的基石。正如古希腊先贤的思辨，18世纪欧文和圣西门的空想，他们都在表面的无用之中迎接着下一个时代的来临。所以，所有看似的无用，都在证明着目光的短浅。别说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太狠了，居然真的从定义上否定了辩题啊！这关键还合理化了，这样下去咱们根本没法打了。反方教练申请战术暂停环节，本环节共3分钟，允许2队教练上场，根据上半场的赛况调整队员阵容、战术打法等。现在计时开始。对不起大家，我失误了。没事，小豪，理论没崩，可以打。南北，上不上？
场上见。我上。那你替我，不行，还是我吧，我已经有点扛不住了。但我现在这个状态，小姐，你听我的，立论我可以，对辩我也可以，但是自由辩真的需要你来当旗手，掌控局势的，这个我真的不太擅长。好了，来听我讲，不要慌，不到最后一刻，鹿死谁手都说不定。团子说的对，南北你上一辩，公辩你来，其他人准备自由辩论，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。上场不错，但仅仅打逻辑是不够的，后面还必须要把第二个论点进行更多的展开。我怀疑他们还有深层论点，不要让他们打出来，知道吗？教练，我们有对策，我觉得可以打。这个由你们自己决定，但记住了，要对自己的决定负责。目前呢，我们确实是略处下风，但是共识基本达成。质询劣势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把对方拉在咱们的战场打。公辩，对方不是刘元泽就是殷楠，所以千万不要急，切记把咱们的论点打出来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好嘞。还有啊，攻防要注意短打。丁力，反驳战场这一块，你后期自由辩负责推一下。自由辩论。全体防守反击，目标只有一个：强化理论输出，讨好稳定战场。小鱼带节奏，南北虎刀，马南，你要控制参与次数。后半段上价值，接你的结辩，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优秀。他们目前来看，应该是没有力气进行自己立论的展开，估计会全力反驳我们的论点。这个时候，论点站住了，我们就赢了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加油！加油！好了，准备上场吧。对了，老教练的手术非常成功。小雨加油！接下来是公辩环节，双方任意辩手就上述辩论内容进行公辩，时间共计4分钟，有请。您方说无用之用有用，是通过什么方式变成有用的呢？不同的时间、空间和主体长度下观察，就会发现无用之用方为大用，正如庄子看到的那棵因为不能成材，反而在伐木者斧头下幸存的大树那样。所以事物本身的特质是自身具备的，还是由外界观察角度决定的呢？事物难道会随着观察尺度的变化而变化吗？当然，当我在原子尺度下观察的时候，只能看到碳；回到宏观，我才发现那是一颗钻石啊！是碳原子通过特定的排列才形成的钻石。我想问的恰恰是您方所说的无用之用是通过什么方式才变得有用呢？河北有个发明家叫手工梗，他专门发明一些完全没有用的东西，从而爆红网络，成为顶级网红。这不正是无用之用的有用之处吗？如果他发明的全都有用呢？那这就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之内了。您不敢正面回答。手工梗的发明之所以可以让他出名，正是因为他的发明没用。所以您发现了吗？无用之用真正的价值恰恰在于其无用，对吗？这只是它的基本属性。我们当然必须要承认这个基本属性，对不对？手工梗的发明没用，所以它才有用；大树本身没有作用，所以它对自己的生存有用。读闲书、看漫画，没有人来考你，你才会觉得快乐。而一旦把闲书、漫画列入为考试的话，它就变成有用的了，所有的娱乐和放松的作用就没有了。基础科学的研究正是因为没有明确的实用性目标，所以才不会被局限，我们才可以天马行空地探索这个世界。如果科学家的研究一定要有用的话，那基础科学的研究也就毫无生机。因此，当无用之用无用时，它便有用；而当它有用时，便无用，对吗？我怀疑他们还有深层论点，不要让他们打出来，知道吗？教练，我们有对策，我觉得可以打。所以您承认这个前提吗？我承认。所以，如果对方辩友的价值必定要将无用之用评价为有用的话，则从基础上就已经瓦解了无用之用有用的可能性。谢谢。
如果评价为有用，则瓦解了有用的基础，有点意思。但说实话，我觉得没有想到他们能推到这个层面。正方很有经验啊，自由辩论马上就开始反击了。接下来就是大家最期待、最刺激的自由辩论环节了。每方发言时间4分钟，从反方先开始。确认一下共识，有用的前提是无用，您方承认吗？承认。可另一个共识是我们辩论的核心是如何评价无用之用。评价一件事物，为什么不看结果，反而看前提呢？对方没有，难道你们不看前提的吗？什么叫盖棺定论？有了结果才有评价，不是吗？哲学史这门课从功利角度算是无用之用的吧，但是它蕴含的无数智慧结晶在方方面面，让我们受益匪浅，这难道不是有用吗？正因为它并非实用学科，才可以做到这一点。如果着眼于实用的话，那哲学史会被写成生活中有用的哲学小知识100例，或者是维特根斯坦的生意经。那您方的有用，是不是就大打折扣了？无用之用对人生的积累和提升，难道不是有用吗？人生的积累和提升很难量化，您方又是如何判断有用还是无用的呢？积累和提升哪怕很微小，难道就不是有用的吗？听到没有？勿以无用大而为之，勿以有用小而不为啊！什么意思啊？你能占小鱼便宜，让小鱼叫他爸爸。人大脑消耗的能量占据全身的25%，是耗能最大的器官。按照您这么说，如果我想减肥的话，其实做高数也有用，毕竟费脑子嘛。对啊，所以有用啊，虽然很微小。可是做题好几天，宅在桌边竟然又胖了2斤。做题这件事情对于减肥来说，到底是有用还是无用呢？无心插柳，尚能成荫，这不正是无用之用的用处吗？说得好，无心插柳，恰恰是因为我们不认为它有用，意外和惊喜才会到来，不是吗？毕竟有心栽花，花不开啊。倪方第一个论点是讲实用性，现在却大谈对功利主义的反抗，这不是自相矛盾吗？哪里矛盾了？难道务实和功利是等同的吗？没关系，至少我们又达成一个共识，我们都认为对无用之用的评价是反对功利性的，但对功利性的摆脱靠的应该是去承认价值，而不是否定价值，不是吗？不是，对功利主义的摆脱不是去赋予无功利的以功利，而是承认没有就是没有。有用的评价不是强行赋予，而是它真的有其价值。这应该是每一个辩手都思考过的问题，因为辩论本身它就是典型的无用之用。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评价辩论呢？告诉学弟学妹辩论无用，然后坐等来年那些雪上加霜，还是告诉队友们辩论无用，让他们在赛场上失去斗志？亦或是我告诉我自己辩论无用，然后否认我付出的努力和汗水吗？我们可以为辩论硬找出无数个有用，锻炼口才、训练思维、竞技精神等等等等。就像在这个赛场上，你优秀的学识和娴熟的技巧一定派得上用场。那么到底用在什么地方呢？肯定是征服观众，获得奖杯。发现了吗？你们在习惯性的去寻找有用，因为有用才会让人安心，让人觉得有价值。那如果让我们试着去忘记这些，忘记对手，忘记观众，忘记奖杯，忘记一切有用的，再想想，是什么让我们在狭小的房间里备赛？是什么让我们在通宵达旦中争吵？让我们东奔西走着奋斗的魅力，到底是什么呢？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了，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承认无用呢？正如你们所说，对无用之用的评价会真实地影响到现实。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？因为我们往往只会选择和在意那些我们认定有用的事情。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如果我们告诉大家这件事情无用，不去包装和赋予它任何有用，其价值就会被忽略。这才是我们所担心的。对于大多数人而言，无用之用到底有什么用？用处有多大？真说不清。但牛顿苹果树下的发呆，爱因斯坦的琴弦，李白豪饮高歌后的仰天长啸，这些都不应该被忽略。我明白你的意思。做哲学艺术的个人爱好，如果它有一个有用的共识，就能让更多人去关注它、接受它、理解它、尊重它，进而能够更自由地去选择它。不会因为某件事情无用就敬而远之。如果不是因为准备这个辩题，我都不会想到现在还有人存在对电子游戏的歧视。
还有很多人觉得学习戏曲没用，因为根本没有人听，甚至还有某些人、某些群体信奉着读书无用。为无用证明，说它有用，就是为了让无用之用成为我们自由选择的一部分。可是，这好像有点问题啊。被认定有用才会有价值，有用的才值得被选择。其实，这个话题一直非常有功利性，只不过我们一直没有在乎到。所以我们才会在娱乐的时候焦虑，在休闲的时候自责。无形中，我们每个人都用有用来捆绑了自己的生活。只有放弃有用，就像现在的我们，只有不在乎这场比赛，才可以切身体会到这场比赛的真正价值。承认无用之用的无用，才是对功利主义最大的反抗。只有当我们愿意去承认一件事情无用，当你敢于去批判一件事情无用，当你勇于去尊重一件事情无用，然后依然毫无顾忌地去选择和享受那所谓的有用无用的时候，才是真正的自由，对吗？没错。希望我们都可以成为享受无用之用的人，而这恰恰能够帮助我们成为最有用的人。好的，那就为最终的结果投票吧。来，投给正方的举手。
病人刚清醒，你们轻点。教练，教练，手术怎么样？梅梅，看看看看，教练，我们赢了。教练，我们报仇了。可是南北的丝绸我还没报呢。教练，谢谢您。教练，你什么时候好啊？等你好了，我们一起去吃火锅。你们都是好样的。恭喜啊！恭喜啊！哟，果然是人靠衣装啊，是不一样。真的，是有点毕业生的样子了。谢谢你们，我真的应该由衷的感谢你们。哎，你别这样啊，突然这样都不习惯了。就是客气点。就是想谢谢你们，如果不是你们的话，我可能现在还在寝室打游戏呢。尤其我要感谢小好，因为吧，他的小姐，唐好，我想你先听我说，李主任说你有一门计算机的成绩怎么都查不到。计算机。对，就是今年新开的一门必修课。李主任说开学他就告诉你了，你答应他一定会去上的。你学了吧？我以为英语四级过了就行。计算机是哪来的？李主任说，计算机是今年新加的，所有的大四学生全都通知了，可能就拉了你一个大我。你不会怪我吧？你大六这一年12个月，算月薪6000，年终双薪就是76000，一半还房贷就是38000。这么算下来，你只要1个月打2份工就可以补上这38000。你要是这样的话，我就不生气了。你家刘彦泽呢？平时不是跟橡皮糖似的一直粘着你，今儿没跟着你啊？他说突然有人找他，我也不知道是谁。哎，那边干嘛呢？这么多人，好像在表白。走走，去看一眼。哇！我的天哪，可以啊，这阵势够壮观。这阵仗肯定没有问题。怎么，跟你当年一样哎？你俩认识姐妹啊？不认识，但是现在百度随便一招都是这样的，这么久了也没有什么新意。不过这女的长得还倒挺好看的。男的呢？我怎么没看着呢？没有看到啊。我的男的。抱歉，我已经。哎，我是卫生委员会，你这干嘛呢？这么多蜡烛不需要扫啊？还有，我是刘彦泽的女朋友熊子石，你要给谁表白啊？对不起。什么意思啊？你给我解释解释。
好久没来这儿了，这次来跟以前心情完全不一样了。心情不一样了，但人还是一样的。给。什么？等我以后办展了，这可都是私家珍藏，可值钱了。你什么时候拍我这么多照片啊？P 也不 P。本身都这么好看了，P 什么呀？给啊！奶奶，怎么样？弄好了没？马上。对，机票都订好了。临走吃一次猪肚鸡啊，欧洲没有那个东西。好，姐，马南，都快过来了。马上，我帮我回来考察了啊。来老小姐，特意为您泡的。哎呦，谢谢。哎，你们这茶是不是得一人一杯啊？南美，哎，你要用这个拍啊？对啊。我告诉你，你可得把我 P 好看一点。我怎么了？你们等我一下。哎呦，来了。你们2队的合影，我来不合适吧？你不是2队的家属啊？来，稍等啊。上。请凑点。我干嘛？哎，什么？来了，怎么样？多长时间？可以。3秒啊！3、2、1，笑。出发。远方，晴空下青色。
说过的爱，是我只配沉默，是混人群穿梭，数着圣诞的烟火，写一首情歌给你，唱不出委婉待续。我把你的气息，你的简讯，统统都删去，写一首情歌给你，唱不出委婉待续。我把心也填满了空气，只留下回忆。写一首情歌给你，唱不出委婉待续。我把你的气息，你的简讯，统统都删去，写一首情歌给你，唱不出委婉待续。我把心也填满了空隙。